要介绍这一支拉力克，最近颇受好评的。对，拉力克最早推荐给我们知道是豪哥啦，那个香根草那个叫什么？黑泽奶，哇，那一个是以平价的商业香来说，它做到的是沙龙等级的输出，对不对？无瞳影幕平替，无瞳影幕平替。那当然这个黑泽非常卖座之后嘞，拉力克又再推出一款这个 Ombre Noir， 那名称中文怎么翻？黑影。看到黑影就开枪的黑影，黑影重重。对，这个黑影。好，那一定要再把当时介绍我们这一支的人给他找回来。好，那我相信很荣幸那个老板邀请我，对，就是很荣幸老板邀请我，对。那因为他已经进入沙龙香蛮长一段时间，再带他一起莫忘初衷，回归一下这个返璞归真，起始点，返璞归真啊！希望这一支可以让你有全新的、不同的感动。这个我必须要讲一下，其实我每天上班喷的其实都是商业香，我从来不把沙龙香喷去上班的。是因为我想有些人对于香的定义真的是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很喜欢，但是我们客户可能是我们要见的对象，他可能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对，都可以接受的。所以其实如果是工作的话，我还是都以喷商业香为主，就是它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大家都可以接受，大家都可以接受，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香味。就像昨天我跟以晨碰面，一起吃饭，然后就喷了 YSL。夜幕那一支夜幕，你看我没有推他坑，他今天马上就对自己。但他原本好像就有这支啊，他没有这支啊，他有其他版本啊，对。好啊，他昨天就问我，哇，你喷什么好香哦？那赶快来介绍一下，这一支夜影应该从名字上我们看到它是一支夜香，对，夜香，没错。我好像买的大部分都是拉瑞克的，都是白天用的，大部分都是白天用的，像那个黑泽跟那个，还有另外一个运动版本的吗？没有，我是黑泽的极致版。我是黑泽极致版加，因为黑泽其实我也有啊，但是我送人了，送给我弟弟用了，是弟弟，然后也很喜欢那支，对，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他的同名蓝，就是他有一个狮子还是老鹰的，一个凹进去的那个，我知道，是瓶子是透明的。对。好吧，那边喷好了，不然我们光前面介绍讲了3分钟，开固掉。嗨，翔哥来了，翔哥来了，翔哥，嗨，翔哥来闻一下这一支。等我啊，翔哥来。这个瓶子赎他的香水回去。这个是黑影，拉力克，好像是那个拉力克。这支最近叫好叫座，还来力那味道其实蛮哇，馨香木质，对，豪哥有乌木吗？不错没有，翔哥其实有乌木吗？香根草不知道没有乌木。但它不需要，我现在还在柑橘调，因为有些前面蛮柑橘，有些沙龙香它其实会很早放。如果是这种夜香，基本上琥珀啊、零陵香豆啊，对，就可以代替我们这个乌木啊，而且它的接受度会比乌木要高很多。那其实基本上它就是属于木质调，然后比较深层的味道，就是非常适合晚上使用。所以它前面有一点零陵香豆的这种辛香，对不对？就是那个，因为夜香通常都会带一点点甜感，只是甜度不太一样。你知道吗？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美食嘛。对，我觉得它瓶子其实也蛮好看的。是，那我目前我觉得有一点点当归的味道。你有吃过当归鸭吗？那个当归的那个苦苦的那个味道。有。是无花果，也有一点无花果，无花果叶，也有一点中药的这种味道在。有，对不对？有闻到你说的那个当归的香气。就是那个香柠檬啊，就是一个稍微柠檬，然后到后面就可能是烟草啊、琥珀啊、威士忌酒这种夜晚
更适合的香气。OK，夜晚更适合。但我倒觉得有一点像走到迪化街的中药铺，哦，这种也有，对吧？对，也有，对。那其实还是保持黑泽一贯的这种，够水准，香材用的够好，对不对？对。但是黑泽应该讲莱利这家公司，它虽然是做水晶的，但是对于做香水，它还是其实蛮在行的哦。对啊，它的瓶子也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水晶的工艺是很强的哦。对，连它的瓶子也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点哦。如果你去你上次买按摩椅的那个百货公司哈，就有它的专柜，进去的时候小心不要 A 倒哦哈，千万不要 A 倒哦哈，因为你会搞错币别哈。它的有它的专柜，不是卖香水，是卖它水晶玻璃哦，千万不要 A 倒啊，千万不要 A 倒。真的蛮有质感的。对，好来，那这一支林心丽，你觉得适合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我觉得场合这支男生来讲，冬天平日其实都可以。哦，冬天。对，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因为它这个味道啊，比较偏男生一点啊。因为它的味道，我觉得你说像那个当归那个香，我觉得它应该是香根草，或是说一些根茎类的那种味道的感觉。因为我刚闻它的味道，我觉得也有点像那个人参那种参的那个根，然后带一点苦香的那种香气。对，只是还蛮特别的。是，豪哥，那你觉得男生用在什么样的季节场合？当然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只要偏冷的时间，对，只要偏冷的时候，那个5点以后。天一黑他就该上场了，好吧？天一黑他就转场换他了，对，转场换他了，对，那非常适合，而且这种烟草啊，带来还有那个琥珀带来的甜感，然后零香豆啊，带来的那种夜晚的温暖的感觉跟性感，非常棒。OK， 这种夜香是。好，那重点它应该不会非常贵。翔哥，那男生呢？这个 CP 值很高，超高，感觉很高。这种东西就是城市雅痞，我们才喷下去就是这样，这种感觉。雅痞就对，对，就雅痞的风，然后比较偏年轻。OK，所以豪哥他会觉得说。这个晚上穿很 OK 城市雅痞哦，城市雅痞，对，绅士雅痞，就是我如果晚上本人代表，对，就是我如果等下下班的时候，对我就不回家，有自己的格调，很有风格那种感觉，但偏年轻化，是一个蛮年轻化的东西的一个味道，喷了也会变年轻的感觉吗？会，那这个头发要染。头发不能带白。那我觉得这一支呢，它的其实花香慢慢的再出来，有待转变哦。后面对，后面会比较偏，感觉会有点渣味就跑出来，有点渣味果然是男生合适，跑出来了。OK， 好，豪哥，那这一支晚上，你觉得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场合，我觉得更适用？当然不是晚上加班的场景啦，一定是晚上下班之后。对，下班之后，不管你去吃饭啦，还是去放松一下，我们讲放松一下，是因为商节的时候，这支就非常适合。OK， 对，好，松一下的时候，林心婷，那这一支女生会不会喜欢？对，男生喷这个会不会觉得很喜欢？会啊，还不错。基本上比较偏阳刚一点了。对，我觉得它比较阳刚，它没有到那么柔的那种奶香。我觉得它这个稍微再 man 一点。再 man 一点。1公尺，30公分，60公分，你会多靠近这个味道？30公分。哇，你会这么近哦？30公分就这样子了嘞。对啊，真的。他有那10公分可以吗？太近了。看状况，看人，看长相。意思就是说，即便你喷这个也没办法看不到，但是30公分没问题。30公分很，它应该是可以让你。如果是本来是这样喝酒，它应该是可以让你一个加分的味道。加分的味道，对。那么香味嘛，都是我们想，我们长相、年纪都是固定的，已经没有办法改变。那当然为了30公分。衣着啦，然后香味啦，对，透过香味来做一些改变，提升感，CP 值蛮高，CP 值很高，有30公分，
好，对啊，那我们回头再来跟大家讲这一支，不要小看它商业香，它还是有后调会出现的哦。没问题，待会见有，拜拜 OK， 拜拜拜。拉力可来历，哎，来历，暗夜暗夜后调来讲一下，黑影啊，你们黑影自己改名字。黑影性感，性感，哇，豪哥居然用性感这两个字来形容男生，对吧？怪怪的，没有啦，是不会怪怪啦自己说没有啊你性感，不是因为你晚上出去的时候，如果是交际的场合，对，我必须说，你必须让自己看起来秀色可餐哦，像一块美味的甜点。男生也需要这样吗？对啊，你总不可能让自己看起来像药炖排骨吧？对吧？是不是？嗯，前面倒是有点要炖排骨，前面啊后面就秀色可餐对哦。来，那我觉得这一支，我觉得后调它那个花香却不是白花的那种亮亮的，适合男生，更沉稳的男生的花香。好，所以如果男生花香型跟带一点没药的香型，我觉得这一支是非常可以的。那个，因为讲那个没药，其实我们通常用在秋冬或是夜香上，是带来那种温暖的感觉，是啊，那种带一点温暖微甜，很像那种对就是有点暖意拥抱那种暖意，情人的怀抱，你知道吗？情人的情人的怀抱。对，有那种感觉，真会说会用到没药的这样，对而且这因为我样会最近看很多书嘛，哈，哦对，他都送我很多书，对。哎，刚有把刚刚的照片给大家看吗？有啊，我上传到哦真的是完全不懂低调的，对。好来，那这一支林心地，如果以女生的角度来看，这一支后调目前会是怎么走？我觉得这次如果说除了男生穿之外，因为像它的味道是给人家一种，我觉得它是比较偏疗愈系的那一种感觉，因为它的没药的香气，还有它微微的一点点乳香的感觉，它的那种整体的感觉是还蛮舒服温暖的。然后它的后味，我们前面闻到那种比较像你说当归或者药感啊那种感觉，其实在后调其实是非常非常淡微微的，但是它的微微的那种木质带一点苦香，感觉还是有一些存在，所以它整体是给你一种还蛮温暖的，然后疗愈系的感觉的，对。OK， 所以你是觉得它是有点木质带一点苦感的？对。然后我说，如果男生用还蛮性感，但是我觉得女生如果你是想要在夜晚的时候使用，譬如说睡觉前喷一下。这个味道其实是还蛮放松的一个香气。我觉得这一支在女生身上会呈现截然不同的那种女生的那种女生的这种用这一瓶香水的女孩子，我觉得她的个性应该是英姿飒爽的那一种，你知道吗？对，而且是非常有自己个性的那种，而且是个美女，但是她不属于气质型的。它是属于那种冷傲型的，而且五官非常的深邃型，冷傲型的，对，是冷傲型的吗？不是，她是邻家女，邻家，我是真的是邻家女孩，我真的姓林，我真的姓林啊，我怎么会接这个？我是邻家女孩，有一点那个，我怎么会接上这个梗？对，好，这个绝对不是属于邻家女孩会喷的，对，不是，那是非常有个性，有想法，对，有点深度的那种感觉，眼神也深邃了。好，那这一支我自己蛮喜欢，也蛮欣赏这款的后调。我觉得在女生身上跟男生身上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好，我的意思是说，别人闻到的话，对，在女生身上呈现的哇，我会多看这女生。多多的回头，觉得哇，你这身上怎么会出现这么迷人、性感的味道，很特别。那男生，我觉得是相当的，刚刚好，夜香合适。好，很舒服哎。它带了一点，对我来说，林心丽说是有点苦感的木质，可我觉得它是辛辣的木质。这种辛辣带的药感，难怪为什么这一支询问度这么高。一开始的前调我还不这么认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随着后调出现，我慢慢可以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这一支了。因为这一支数字呈现的出来它的优秀。应该我最后帮他下一个结论了。是，最后帮他下一个结论，就是他在这个价位里能够有这种香气的表现，让人家非常有记忆感的香气。因为夜香百种，是啊，我们每一排都有夜香，但是以这一瓶的表现，我觉得应该是跟登峰造极。是哇，登峰造极。对，而且最主要是它的售价又如此的亲民，又如此的亲民，对，大家好接受。对，所以我就知道它为什么分数会这么高。是，这也是我一再强调，拉力可真的很有诚意，它是平价的商品，可是却有沙龙的水准。这个是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对，它的那个蛮超值的啦。是，觉得它的整体表现其实不输就是专门做沙龙香的香水的品牌。对，然后你说后调前中后，其实还是蛮大的。对啊，都有所改变呢。对，好，来林经理，那这一支2位你们会给它持香几分呢？夜香通常都非常的持香，我必须说，比起白天用的香水来，它持香可能是白天的2倍，因为它基本上不会用白天比较容易散的那个香气，比如说干凝调啦那种，就是比较容易散掉。那它这个没药啦、琥珀啦，然后肉桂啊、烟草啊、威士忌酒，都会让它整个香气的时间应该是可以你撑到你的天亮吗？没有到天亮啦，就是门禁时间到，以前要回家应该都没有问题门禁时间。对好，那我们所以华哥是9.9分。什么呢？就是香，对啊，你还没讲分数啊？直接帮你把分数说出来。我给他9分啊，9分，持香9分。因为你还是必须考虑到它的价钱，它没有可能在它的这个价位里，它的持香表现，我相信已经是同价位的高的了，屋顶了，是啊，对。好，那林希丽持香你给他持香我也是给9分。9分，对。好，扩散性嘞？扩散，9分。9分，扩散9分，豪哥。扩散9分，9分。我持香会给9.5，扩散我也会给他9.5分。因为我觉得它辛辣是可以有穿透力的，把它带出来的，所以它扩散性是更好。好，那总分2位给几分？豪哥先。豪哥先。哇，以这个来讲，我给他9.3分，我会给他9.3分。对，好，它已经是几乎是这个商业香里面，在夜香里面，非常非常有自己的味道的一些香水。是。如果我跟人家讲说我今天喷沙龙香水，人家一点都不会怀疑的。好，就偶尔跟他讲我喷的是拉力克，按你的，因为他自己本来就也有高定香嘛，对啊，他自己也有高定香。但我一直觉得拉力克是比较归到偏沙龙的。对，你觉得偏沙龙？它的香味，它基本上莱利的香水基本上售价都不高，那 CP 值都很好，但是可以让你享受到远远超过它这个价格以上的味道，所以这就是这个品牌的特点了，一两特点了。对，没错。好，那林心丽给他总分几分？我给9.5。9.5。好，9.5的原因呢？我觉得这支第一个像刚豪在讲说，它的价格上一定是非常的，就我觉得它整体表现啊，你不要去看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它的香水本身的价位，然后会觉得说，是不是等于它的那个表现应该是大概在什么地方？但我觉得它的表现是高于它的售价的，高过很多。是，对。然后它的整体的味道啊，你不要去想是不是它是商业香或沙龙香，它的本身香调的表现，你就会觉得它是一支好的香水。OK，好，这一支我直接给它9.5分的总分。我觉得这种价格却给你沙龙香的规格。对，瓶子啊，香气都是。对，就是相当有诚意。而且这个瓶子其实就像墨水瓶，它盖子也很好看，盖子也做得很好看。对啊，盖子真的有认真，它非常有诚意啊，不会因为这个价钱便宜，然后就后悔来了。是。好，今天非常谢谢2位帮我们一起介绍。最近其实很多人
默默的很喜欢的一只，询问度非常高的一只。对，这个我们最近官网很多人在询问这一只。对，不仅询问，也加入购物车。对，我才惊觉这个数字反映了一些事情，所以赶快邀请当时介绍我们认识这个牌子的豪哥一起回来回顾一下。豪哥哥，好，感谢你，下一次见啦！好，拜拜，谢谢豪哥，拜拜，拜拜。